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的静默革命，产业链外移。关于产业链外移这个议题呢，其实我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很想找机会讲一讲这个题目啊。那当然，我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啊，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些全局性的数据啊，没有全局性的数据，我们仅仅是分析趋势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有些数据，我们可以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为什么希望大家来打卡。打卡有2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呢，我可以通过打卡呢，知道我们的网友来自哪里。那么我做内容的时候，对我做内容有帮助。虽然后台有些数据啊，但是没有来的像我们参加直播的网友打卡来的这么直观啊。我就在这看哦，苏州有一个哦，西雅图有一个哦，马来西亚有一个哦，这种会来的更感性啊，这是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很多网友比较害羞啊，就是不愿意就是也不是不愿意，不好意思在聊天室发言。那我们可以打卡呢，通过打卡呢，能够让大家这个开始在聊天室发言，你就先打卡，然后再说2句，然后慢慢你就会习惯在聊天室说话啊。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网友参与我们聊天室的这个互动啊，这是个蛮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第一打卡，第二发言，第3互动，第4贡献你的看法，贡献你的情况，贡献你的问题啊。这是我为什么希望大家打卡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墙内的网友啊，墙内的网友打卡，你说我来自江西，我来自广东就可以了，不要讲我来自汕头某个区，那完全不需要啊，你就只需要你说我来自广东就好了啊。所以这个提醒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那么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话题，就不打了好吗？我们一开始讲话题就不打好吗？好，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话题。瑞士银行 UBS 做了一个企业调查，这个企业调查呢，分析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投资意向啊，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个投资意向的调查。参加调查的有450个企业的财务主管啊，这个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啊。这450个财务主管呢，他们所在的企业在中国拥有153家制造业务的企业啊。那么其中有76%的企业准备或者正在把一部分的产能移出中国，这是个非常高的比例啊，非常高的比例。在接受调查的公司当中，有92%的医疗保健公司和89%的消费必需品的公司已经或者正在将产能移出中国啊。那么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是工业啊，工业占69%，材料是最低的，材料占57%啊。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科技80%，非必需消费品76%啊，这个就高很多了啊。接受调查的美国公司有82%啊，表示他们希望将产品带回美国。同时也考虑什么呢？考虑加拿大占38%，日本占29%，墨西哥占23%啊。那么他们准备在这些地方设厂啊。根据瑞银的调查，北亚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北亚当然包括中国了，中国、韩国这些都属于北亚。北亚和中国企业，那么最希望把产能转移到哪里去呢？就是北亚的企业，其实讲的就是亚洲的企业，就是在中国的亚洲的企业，包括中国的企业，最希望转移转的并不是越南，
并不是越南，其实是日本其实是日本。那么，所以日本是产业链外移的最大受益者，其次才是越南跟美国如果把这些准备移出去的产能合计在一起，中国每年出口大概是多少呢？中国每年出口大概是25000亿美元，很厉害。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就是食物出口国，食物出口就是做成东西出口出口有很多种出口包括知识产权也是出口中国每年是25000亿美元的出口那么这些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UBS 的调查显示，有30%的出口的产能或者产业链会转移出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有30%的产能移出中国的话，也就中国出口额会下跌7500亿美元7500亿美元，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7500亿美元，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家企业一年出口1亿美元的话，那有多少家企业呢？有7500家企业。通常能够出口1亿美元的这种厂子，如果是制造业，而且是不是那么像芯片这个高附加值的话，大概需要1000人。你想一下，这有多少个就业岗位？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出口就是食物出口，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第1位中国出口占全世界出口的总额的14%，很厉害。第2是美国，第3是德国，第4是日本那么这个瑞银的分析师 Keith Parker 他领导的这个宏观策略团队在他的报告里面是这样说的全球产业链可能发生相当大的重新平衡，就是再平衡 rebalance 什么意思呢？全球产业链系统会我解读一下，就是全球的供应链或者是产业链会出现新的布局，因为这是个很庞大的调整离开中国的产业和技术装备通常是中上游的水平这部分产能呢是有能力整合上下游的当它有能力整合上下游的时候，离开的就不是一个厂子，就是一个产业链或者一个产业集群。你比如说像富士康富士康就是红海它一个厂子要搬到印度去当然他现在的做法是这里先不关，先去印度建个新厂，但其实就是搬厂然后再把这个关掉。他的做法这样比较没那么敏感，就是说因为他毕竟还在中国还有厂子，但其实是效果是一样的。那么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他搬一个厂子搬到印度去，那上上下下的那个上下游都得搬过去就没有疑问都得往那边搬。为什么？那做他生意他的上游帮他做包装盒的厂子，你不搬过去吗？肯定要搬过去。这边关厂了，你能找到一个这么大的厂子吗？找不到这么大客户的。所以通常这种企业它是有整合上下游的这种能力它整合这个能力越强，它带走的这种配套企业或者我们叫产业链就越多。那么我们在这个商业和投资的这个语境当中那么中国就是武汉肺炎的疫情的爆发，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就是说全球产业链基本上崩溃全球产业链崩溃原因是什么？原因有2个，第一个源头在中国疫情的源头在中国，同时有很多的供应链的源头都在中国那么中国又是各种瞒报各种甩锅，所以呢实际上呢这些跨国公司呢对中国掌握了很多供应链的源头开始感觉到很大的风险。为什么？
因为当然你疫情也不是天天爆发，但是有一些跨国公司可能就碰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它就破产了，它就不再存在了。你说这重要吗？所以你从在这个商业和投资这个语境当中，把产业链过于集中在中国是有非常大的投资风险啊，非常大的现在很多跨国公司就开始研究什么呢？开始研究我重新部署。中国也放，中国也不是不放，一定放。比如说中国放1/3，我可能在印度再放1/3，或者是在越南再放1/3，可能我会这么部署，我不会集中一个厂子在中国。这样的话，我降低风险，因为当你出现一些变故，这些变故你形成一个不可抗力，我这个企业就100年企业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商业和投资的这个语境当中，现在跨国公司的想法是什么？跨国公司的想法就要降低风险，就是投资风险或者商业运行风险。疫情正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契机，让大家去认识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地缘政治的语境当中，那么产业链全部集中部署在中国，首先就面对一个什么政治风险啊，政治风险。那么政治风险，如果你全部集中在中国，政治风险来自于2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本地的政治风险。你别忘了，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他要搞什么？他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国企才是他想要的企业，其他的都会被排斥。这算不算政治风险？这就是政治风险。他对你外资企业，他需要你外资企业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用你一下，可能最终要把你消灭掉，因为这是他的政治抱负。这就是政治风险，这是第一个内部的政治风险。外部的政治风险，现在地缘政治的情况就是中国和其他所有的西方国家都闹掰了。那闹掰了什么情况？闹掰了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开始越来越恶劣。那你说会不会有各种可能性啊？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你比如说中美之间闹矛盾，一闹矛盾断航了，飞不过去了，你有没有预测得到？预测不到。所以这里面就是政治风险，就是外部的政治风险和内部的政治风险都在啊。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你把所有的产业链部署在中国，就首先上来就面对一个政治风险。那么对于一个商业机构来说，他做任何的投资项目的评估，他通常前置评估什么？就是我在做商业计划之前，我会先去前置的评估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政治风险，第二个评估汇率风险。所有的跨国企业在做项目研究之前，都会前置投资做2个评估，就是政治风险跟汇率风险的评估。把这2个风险评估过关了，后面再考虑有没有商业计划的成立性。如果这2个风险都过不了关，就这个项目根本不讨论，浪费时间。所以大家就要明白啊，大家明白什么呢？ UBS 的这个调查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外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风险，以及他们正在或者是准备或者正在做出的回应。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查啊！这不仅仅是疫情啊，就是说疫情只是整个进程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我们讲是一个诱因啊，诱因。那么你想一下，如果中国有30%的出口产能正在离开，那么有3件事情会紧随的就会发生，紧接着就会发生。第一个，它就会带动产业链的加速外移啊。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讲其实我们看到产业链外移其实不是今年或者去年已经开始发生的事情，其实前些年已经开始发生啊，前些年开始发生。我印象中是2014、15年就开始有产业链开始外移的现象。那个时候2015年，特别是2015年有个小高潮
啊，就是去越南建厂。中国企业跑到越南去建厂，原因是什么？特别是那种加工贸易、制造业，就是他们对成本非常敏感的企业，在2015年前后就开始外移。原因是什么？中国的成本越来越高。中国成本越来越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制造业，特别是加工业，它没有利润啊。那个时候，富士康也开始，鸿海也开始部署其他国家的这个建厂啊。那么，但是真正产业链外移进入一个大家讨论的语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去年。去年中美贸易战开始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啊，小高潮，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以美国为出口目的地的企业被迫把产业链移到其他国家，因为美国打贸易战，这个关税一加上去，根本没钱挣，必须搬走，而且你不知道这个仗打到什么时候，所以很多去年开始就其实已经有很多企业已经离开，你现在看到今年年中已经有些企业已经搬完了啊，已经搬完了，所以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那么现在 UBS 做的这个调查，其实是上一次中美贸易战产生的后遗症已经结束，或者是开始新的考虑的问题了。所以我不能确定，中美贸易战是去年的9月份开始，但是中美贸易谈判其实是从5月份开始。那么实际上这些企业大概在9、10月份就开始动手的了。那么现在如果做调查，理论上这些企业该搬走的已经搬走了，那么还有一些正在搬啊，那么或者是即将准备搬的呢，我估计是另外一个考虑了，就是因应主要还是判断现在的情势，以现在就是疫情之后的形势来考虑的因素啊。所以呢，产业链外移的这个趋势会加剧。那么那你想一下，我刚才讲的外资企业基本上是中国出口各个出口产业当中最有竞争力的部分。那么它能够整合上下游，你比如说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那么它就会形成这个产业集群的外移啊，这个是个对中国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影响啊，非常大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那么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产业链外移，它不是说某些原因我没有出口到啊，不是的啊，或者是某个因素影响，不是的，它整个制造能力出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块出口就没有了。你说会不会其他的企业代替掉？当然，你说比较低端的这种产能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你像这种级别的替代的可能性不太大。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就会持续的回落啊，出口回落，这些企业都是带着订单走的啊，他不会丢掉这些订单的，所以那这个影响对出口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你想一下，30%是什么概念？不是一个小比例啊，是非常高的，7500亿啊，非常厉害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会造成什么后果？会造成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啊。出口汇率是这样，汇率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平衡，就是进出口。进出口会直接影响汇率啊，因为当你这个出口量比较大，进口量没那么大的时候，那么你在外汇市场买入外汇的就会少，卖出外汇的多，那你本币就会比较强势啊，理解吗？啊，那么如果你出口能力慢慢在下降啊，那么最终会影响什么？最终会影响人民币的汇率啊，因为目前其实人民银行维持人民币现有汇率的水平其实是有点吃力的啊。那么人民银行采取了一个系统的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是什么？
就是全面的压缩国内使用外汇的需求。比如说商业银行不让换那么多外汇，每天规定每个门店每个分行你一天能够换多少外汇，换多了没有，每天规定一个额度，这个额度远远小于你比如说平常通常卖出外汇可能一天要卖1000块钱，$1000，我现在只给你$300甚至$200，超过了这个额度就没了。这实际上是限制大家使用外汇，用这种限制大家使用外汇的方法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就是现在人民银行的整个系统工程其实归根结底就是限制使用外汇。所以中国现在普遍的外汇荒，外汇荒不是没有外汇，是人民银行在背后发功做的很多一系列的系统工程，包括不让大家出国旅行比如说收掉这些经常出国旅行的人群，比如说教师他们的护照，把他们护照一收掉，那么中国可能出口的人群一下子就少了60%到70%因为中国在国际收支当中，旅游项目的这个赤字基本上是最大项的赤字，所以它控制出国旅游的人数，就一下子就控制了使用外汇的数量。它把这两头控制住，一头就是出国旅行，就把护照全部收掉。收护照从政治上来说是控制人身自由，控制中国居民的人身自由。另外一头就是控制什么？控制大家使用外汇的数量，这是一头控制住。这一头控制什么？控制银行，不让银行卖外汇出去，把这两头捏住，整个外汇市场外汇的需求就一下子下降下来。外汇的需求下降下来之后，人民币汇率才能稳定在现有的水平。所以你看，我看的最新公布的上个月这个人民银行的这个外汇占款的数量持续的下降。外汇占款的持续下降是什么意思？就是人民银行跑到市场上去买入外汇的数量越来越少。买入外汇的数量越来越少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出口的这个出口比这个进口产生的这个差，我们叫贸易盈余，它越来越小。贸易盈余越来越小呢，在外汇市场呢，多余的外汇就越来越少，那需要人民币进场去买外汇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上个月中国的外汇的这个外贸的盈余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出口虽然是在下降，但是进口下降的更多，这两相一减，贸易盈余是更大的，不是更小了。但是你发现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买出来的外汇却越来越少，说明什么？说明资金外流了资金就跑出去了。所以资金外流它就没办法了，这就控制不住。所以我一直在讲，人民银行采取史上最严格的外汇管制，其实是不能够阻挡资金外流的。这就有点像疫情疫情你再严格的这种隔断措施，其实是改变不了这个结果的。只要你没有疫苗，只是放慢了传播过去的时间把这个时间会拉长。只要你拉得足够长，那么疫苗出来了，你就可以搞定现在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外汇管制也是一样，外汇管制你最终你是没有办法拦住这个钱跑出去的。他要出去的话，他迟早都会跑出去扯远了一点好，我们就结论什么呢？就是当产业链在往外移的时候，政府能不能阻挡？政府阻挡不了，中国政府阻挡不了那么它就是静悄悄的持续的发生，悄无声息的发生。这是一场静默的革命。什么叫静默的革命？静默的革命的意思就是它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有多大呢？这个变化会有一场革命那么大革命那么大。什么意思呢？主要有3个改变第一个，大家要记住，
出口是什么？出口就是财富，出口就是财富的源头源泉。一个国家它不能出口，其实这个国家就是没有财富的。所以你看哈，在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一定是出口能力很强的国家。你比如说日本，你比如说德国，都是，比如说美国，都是出口能力非常强。比如说韩国，很有竞争力的经济体，都是出口能力非常强的经济体。为什么？因为它所谓的挣钱，就是出口才能够挣钱。国内那些那都是出口的结果啊，所以出口版图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经济版图啊。那么如果中国出口能力持续的下降，实际上中国在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持续下降啊。如果创造财富的能力持续下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慢慢的降下来啊，降下来。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的地位也会下降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出口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啊。如果出口在下降，说明什么？说明整体经济竞争力在下降，整体经济竞争力在下降，那么在往这个经济体跑的人财物，其实经济体的主要的要素是什么？就是人财物，就会慢慢的减少，因为你出口在下降，你竞争力下降，你往你那边跑的钱就会少，往你那边跑的人也会少，往你跑的物资也会少，就是人财物就会减少。减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个经济体就慢慢的开始衰弱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啊趋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针对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就是当前中国经济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出口下降，产业链外移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麻烦，就是中国的麻烦会越来越大。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想一下，中国经济有三驾马车，我们网友都知道啊，投资、消费、出口。但是其实最核心的是出口和投资，消费是结果。对于中国来说哈，对于美国来说是反过来，美国是消费是源头，有消费然后其他就会上来，没有消费其他东西都会下去。在中国不是，中国为什么不是？中国没有家底呀，没有家底啊，中国老百姓其实很穷的，所以你说靠出消费来带动经济，那么点钱带动不了经济，所以消费其实是结果，就是大家挣了钱了去消费，没挣的钱就没得消费，就这么简单。所以钱从哪里来？其实是从出口跟投资那儿来。那好，投资现在是什么情况？中国没有积累的，中国所有的投资是借的钱。过去几十年、40年，中国投到地上，投到房子上面，各种各样的钱都来自哪里？来自借钱。借到现在借不动了，为什么？借太多的钱。所以投资这一块呢，投到现在呢，投不动的了，已经投不动的了啊！就是说，你再有高增长的投资已经不可能了。这是第一个，投资这块是明显的动力不足了。一方面需求没那么大了，那高速公路修了一条，第二年再修一条，第三年又修了一条，我已经有3条高速公路了，我需求还有多少？没有多少了，那都不堵车。你说让我再修一条高速公路，需求没那么大了，这是第一头。另外一头，我以前我收入30%交给银行付利息，我没问题，反正经济还在高速增长。30%都没事，本金以后再说啊。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我可能要拿50%以上的收入拿去交给银行交利息，你行吗？肯定不行了，这已经扛不住了。银行已经不会借钱给你了，他觉得你很危险。
所以你看，好，投资这块投不动，消费这块就不要讲。如果你没挣着钱，你消费肯定是不行。如果你出口再出状况，产业链再外移，你的出口再回落，那它的麻烦很多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所以第三就是出口的持续下降，中国的经济的麻烦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我们在这里讲一个中国的最流行的话语叫语境叫什么？叫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其实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这个国家战略有没有做对？做对了中国在90年代末开始预期，特别是在这个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就开始有一个战略判断，就是2000年之后是我们的战略机遇。这是一个战略判断战略判断就把这个2000年到2020年这整个这个过程定义成中国的一个战略机遇这个战略机遇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经济起飞，但是西方国家又没有察觉，就中国经济悄悄的起飞了西方国家又没有察觉来自中国的在经济上的这种我们叫爬逃，就超越的这种影响，然后中国呢就有意图、有针对性、有部署的去建立中国的自身的某些领域的这种优势削弱，而且有针对性的削弱西方的优势。目标是什么目标很简单，这个目标很简单，就是4个字：超英赶美，就是超英赶美那么这当然不是习近平的目标，这是毛泽东的目标毛泽东当年就是超英赶美，毛泽东到死也没达到，现在继续干继续干。这种形式呢，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归纳一下，大家可以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是什么就是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2000年，其实这个阶段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阶段，就是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就是78年到2000，中间有很多波动但是我们不管，我们大的形势来看，就是78年到2000年是高增长的阶段。到了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就中国加入世贸。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前，中国建立了一整套的和世界贸易经济体系相匹配的经济制度什么分税制什么银行体系什么这个税制等等外汇体制等等，他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当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中国经济就开始起飞。中国经济起飞一直到什么时候？2000年到2015年，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阶段。到2015年之后，16年中国经济就开始有点问题了，就开始慢慢的进入这个我们叫增长动力没那么强。增长没那么强的原因还是那个我之前讲的，就是增量时代进入了存量时代。增量时代就是0和1的问题，那你当然增长速度很高，没有那你变成1，那当然增长1000%都有增长，但是从1到2你就增长就没那么高了甚至从2到3你没那么高了，大概就是个这样的阶段。然后就是出现了经济增长回落，它就进入一个低增长的时候。那么今年就进入了一个衰退年那么它的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发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战略机遇期在中国的官方的语言当中，它是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把握这个战略机遇期是把握的非常准确的
西方国家也没什么感觉，中国就悄悄的起飞了，中国经济就起飞了。那么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然后到了2015年、16年呢，就开始出现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存量时代，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国家醒了，什么国家？美国。美国开始有感觉了。其实在奥巴马的任期的后期，美国已经有明显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在很多领域，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啊，就是他处心积虑干了10几年的事情，他开始见到一些结果了。为什么美国会最先感觉到？最先感觉到的美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美国本来就是领头羊啊，你其他的国家它本来不领头啊，你谁超过他没感觉，本来他就不在前面。但美国不同，美国原来都是领头羊，各个领域它都是领头的，突然有人超过他，你有没有感觉？肯定有感觉。哎，这里又超过我，哎，这里又超过我，他开始有感觉了，他就开始发现中国对他有影响、有威胁了。所以呢，但是中国没有发现，美国已经开始发现了。我读一段啊，2019年5月22号《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啊，就是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啊。这篇文章他是这么讲啊，先讲什么叫所谓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是指一国内外部各种条件因素综合形成的，能够为该国提供实现某一特定战略目标所需要的重大机遇，并对该国发展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时期。这就是他定义的这个机遇期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判断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存在并长期存在的主要依据，是看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内部条件和环境是否有利于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啊，就是2个100年，就是习近平提出来2个100年，就是建国100年和建党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这就是中国的看法啊。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发展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不仅没有结束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且为延长重要战略期实现更高发展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认为呢，这篇文章认为呢，中国的战略区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在延长。这就基本上错误的判断。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中国真的把握得很好这个战略机遇期，所以中国经济起飞。但是到了2015年、16年，美国其实是已经有感觉啊，就是在奥巴马的任期的后半段他已经有感觉，但是奥巴马没有做任何动作，没有做有针对性的部署。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一直在批评奥巴马的其中一个原因。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对的啊。那么于是川普就开始回应这种威胁和挑战。对外当然他讲的是挑战，其实就是威胁啊，你威胁我的地位啊。然后奥巴马就然后川普就该干什么？川普就开始启动什么？其实首先启动的是冷战机制，就是对中国开始采取脱钩啊，各种各样的战略。当然，最显著的一个手段就是中美贸易战啊，中美贸易战一直发展到现在，中间再来个疫情，加剧了两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所以中美之间现在都几乎进入了一个冷战状态。所以你看这篇文章的论断就是判断是不对的啊。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已经正式结束了。你从现在的中国的内部条件、外部条件来看，中国已经不在战略机遇期了，中国战略区已经正式结束了。为什么？你想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已经全面
全面的交恶啊，原因是香港问题、疫情问题等等啊，各个议题都在交恶当中。然后中国经济本身增长，现在负增长吧，衰退吧，啊，这个没有疑问，等等啊，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中国由于一系列的问题，当然我今天的主题是针对什么？产业链外移，产业链外移会改变中国的经济出口版图和经济版图，同时会影响中国整个经济的趋势。它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位置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自己认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已经结束了，大概就是这样啊，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啊！进入这个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点：情况、问题、观点3个，好吗？好，我们进入互动。好，明谢一下，云在青天，水在平，陈，谢谢，Leo 刘，谢谢。广喷水，谢谢。请问亚投行还可以支持多久？亚投行钱都给他了，可以支持很久的，都是资本金啊，不是每个月给。漫画拼图，谢谢。王舍好，台湾挺香港的新闻会被网军留言洗版，特别声明，那都是假的。台湾募资平台称香港援助与安置计划5天不到，募资达成率221%，这才是真的。其实这些网军也就是骗国内的网友啊，其实海外网友他骗不了啊，因为消息来源很多啊。SW 谢谢打卡点赞，谢谢姥姥王，谢谢王生走神，代表老友記 Vicky 曹，請你飲杯奶茶。同埋菠蘿包呢啲係香港好味，謝謝 Renee Mac， 謝謝張涛，謝謝為香港同胞祈福，在風雨中很難不受傷害，期待痛苦早些過去，祝美好生活早日到來，謝謝你啊 Aziza， 謝謝，請新來的朋友點讚支持王老師的節目，謝謝你啊，陸山，謝謝產 Claudia， 謝謝 Zara。Manic， 祝王舍直播天天万人来潮，不能叫来潮，我们网友来参加我们的直播是对我们的支持啊，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啊。沈奕晨，谢谢支持王老师点赞。我有个直觉，蓬佩奥会比川普更好的，蓬佩奥会是比川普更好的总统，不知道王老师怎么看？蓬佩奥是一个非常有身段的男人，虽然他比较胖，但是他身段灵活啊，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啊。但是作为一个总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作为总统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坚定的立场和意志。坚守的品格啊，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是一个领袖啊。一个总统可以不需要太强的能力啊，就是奥巴马能力非常强，太强了。比如说 Clinton 能力非常强啊。其实总统不需要太强的能力，但是总统要有非常强的判断力。就像里根啊，里根他真的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呢，他判断力很好。他觉得这个对，这个判断得到啊，他能力，他意志坚定，品格很好，品格高尚，然后他有很坚定的意志，不会妥协啊，所以这些品质，我认为才是一个总统应该具备的这个应有的品格，他才能作为一个好总统啊。那么，蓬佩奥，更
更像一个国务卿，更像一个他能力很强啊，能力很强，这是更像一个国务卿。我不觉得他像总统，老实讲啊，总统不需要那么强的能力，总统真的不需要那么强，总统需要的是什么？坚定的意志，非常强的判断能力就可以了啊。观点：2017年开始建党支部，跑了一批；2018年补税倒了一批；2019年用贸易战走了一批啊。情况：打卡墙内，感觉中国人不关心产业外移外流。我认识的都说，反正低端产业走就走呗，反正要产业升级，真的很震惊，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低端的走的是低端的吗？2015年那一波，走的是低端的，因为往越南移的大部分走的是低端的，但是这2年走的可都不是低端的，那都是高端的，日企、韩企、台企、美企，那都是高端的，不是低端的，你开国际玩笑啊！观点：目前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本来按照正常的发展应该是往制造强国发展，但是现在出现的产业链外移还有一个重要的负面结果，即由产业链外移导致和产业链相关的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都会迅速退化，比如人才、大学教育、技术研发和吸收能力退化，资金、实业相关的投资会更加虚弱。这些变化不但会使中国从原来的世界工厂的位置跌下神坛，而且由于制造业相关能力退化而失去吸引力，进而加入恶化的负循环。对，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正循环，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一个负循环，负循环就越来越恶化，是这样。情况：成都软件园很多公司都在撑，估计再过几个月，码农也要大规模失业了。情况：世界第3大晶圆代工制造商格罗方革新在2020年3月前已关闭在成都的12寸晶圆厂，90亿美元，90亿美元好吧。提问：会不会有很多中国人已经在国外设厂，即便产业链移到那些国家，最后还是和中国人做生意？是的，有很多人已经搬了，但是那都是2015年前后的事了啊。但是现在搬的是外资，我们讲的主要是外资啊。提问：会不会有很多国内35岁找不到工作？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国内项目没有深度，都是短平快的项目，这是没有关系啊。35岁跟这个有关联吗？我看不到逻辑上的关系。观点：中共国进民退的政策就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不了多久。国企庞大，没创新能力，又和政府官员盘根错节，中国要经济重启就要改变国进民退的政策，那有点来不及，那有点来不及情况：汇丰集团 HSBC 行政总裁祁耀年发内部电邮，将启动裁员计划，全球裁员 3.5 万人。汇丰是英国银行，实业多在中国和香港，这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减弱。汇丰主要是香港的银行所以汇丰的大部分的利润来自香港。汇丰是香港第一个发钞银行，也是现在的3个发钞银行之一。汇丰基本上是原来的在金融管理局成立之前，汇丰基本上就是香港的中央银行差不多。那么汇丰裁员只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2点。第一点，香港经济非常差第二点，汇丰不行了。提问：中美关系不断恶化，对马来西亚有什么影响？马来西亚好像和中国关系不错。马来西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也是中国下本钱做工作的一个部分。
那么之前马哈迪回来，实际上是扭转了中国跟马来西亚的一个关系。原来马来西亚是跟着中国跑的，那个原来的那个首相不后来因为伊马公司被查，那实际上那个首相跟中国关系是有讲不清的关系的啊。马哈迪上台才扭转了这个局面。那么当然中国在马来西亚下了很多的功夫，那么这个局面一下子也改变不过来，但是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啊，有一些变化。那么中美关系交恶对马来西亚有没有什么影响？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你想很简单，中国经济没外汇了，那你再往外投钱的空间不就小了吗？中国跟马来西亚有那么多要谈的建设项目，你会不会有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啊！情况今天接到香港的家人通知，香港给永久居民派红利1万元，这是前段时间就有的消息。这个时候派送是不是给国安法掩口费？也许我小人之心。你觉得香港人有那么笨吗？没那么笨吧？你说呢？观点，觉得很多人对中国产业外移有误解。第一，产业外移是一个过程，和我们搬家不同，需要以年为单位安排，但是决定了是不那么容易放弃的。第二，地方政府因为政绩问题，所以会想方设法阻拦地方厂方的结束，所以大家虽然有很多厂招牌仍然在，但他们实际上已经人去楼空了，就像东莞或者是珠海那样，是这样的啊。产业外移不是今天搬家明天就走了，它要很多的部署啊，很长时间的，没有那么快啊。但是真的要动起来，它就不会轻易的变了。当它决定了要变的时候，那就很难改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进程一发生，很多东西都已经开始往前走了，停不下来的了啊，是这样的。王老师，国内很多大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国外风投机构投出来的，像阿里啊、京东啊，中美关系中断对国内互联网发展有很大影响吗？是的，中国现在的我们叫这个行业叫创投行业，创新投资啊，创业投资就叫创投啊，创投这个行业呢，基本上是来自美国啊，中国现在你见到的所有的互联网的稍微像规模一点的企业，都基本上美国的投资啊，什么红杉啊，这些全是美国的风投给的钱。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中国现在的创投行业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大家知道寒冬、极寒、南极寒或者是北极寒，现在中国的创投行业是寒冬过了变成极寒，极寒都过了，现在是南极或者北极的情况，就基本上已经还有一点点啦，就是你可以看到有数的几个了，这个行业已经基本上大家就不要掺和了啊。所以创投行业一灭掉，谁给这些互联网企业、高科技企业钱呢？银行肯定不会给啊，那谁给呢？所以实际上这个行业，创投行业进入极寒的后期的情况，现在就中国现在那么中国的创新产业，比如说互联网啊、高新技术啊等等，除了政府现在也没钱了，母公司、母基金不是前年就已经母基金开始收口了，去年基本上都收回去了，就是他原来给你的钱都要收回去的了，去年是开始往回收钱了，母基金不是往外放钱，是往回收钱了。今年就不要想，今年想都不要讲，全部收回，我估计是。所以政府又没钱，美国的这些钱又没有了，那这个高科技什么互联网投资都别惦记了，都不要去做了，做了都是浪费时间啊。问题，请问王老师，现在国内军队招2.6万公务员，基本全是文职，这和紧张局势有否关系？
会不会是为了动员军区而招聘文职人员？这明显跟紧张局势没有关系，就是为了解决现在就业的问题。就是我认为就是目的就是解决就业问题，其他没什么原因啊，跟什么紧张关系？因为他是文职嘛，你不是战斗部队的，你招他对打仗有帮助吗？没什么帮助啊。观点：作为美国总统，一要对美国建国精神价值的信念；二对美国利益长期的眼光；三最顶级的自制力，不会被手下鹰派催着就去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自制力不仅仅是美国总统，任何人都要有自制力啊。顶级的自制力是什么呢？我就不知道啊。要有信念没有错，又有眼光就是判断力了，差不多啊。情况，政府到处宣传减税降费，但是另外一半又悄悄的加税。浙江那边房产契税增加5个基点，并提高了房产评估价。二手车交易税开征，税率1%， 5月份开始的。观点：关于 DDoS 攻击，想说2句。在天朝，从搜索引擎到杀毒软件，无不听命于 CCP， 因为墙的存在，老百姓不得不使用这些垃圾软件，因此 CCP 做到了党领导一切。几乎老百姓的电脑都可以被偷窥并加以利用，因此老百姓几乎所有智能设备都可以变成党国某神秘部门的肉鸡。基于这些，向其他国家发动 DDoS 攻击十分容易。OK， 那我们之前美国发生的这个所有的网络和手机供应商的这个 DDoS 攻击跟这个有关系吗？回答一下我们好吗？提问：王先生如何评价央行准备上海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新闻？这是骗人的，不可能。为什么？自由兑换不会在某一个地方开始啊，要开始自由兑换是个闸口。大家知道联通器吗？联通器的水位都是一样的，你只要在上海开，你深圳必须开，北京就开，就全部都得开，不存在说某个地方试点的问题，就是你只要闸口一开就开了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人民币要自由兑换是什么概念？那人民币的汇率跑哪儿去？所以这个不 make sense， 现在不存在的。我觉得3年之内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件事情不要讨论，不讨论这件事情好吗？没有讨论的空间条件啊。提问：印度获得亚投行最新的抗疫贷款，中国是亚投行最大的股东，会不会是边境问题？中国做出的让步妥协？不会，为什么？那个贷款已经申请了好久了，早就批下来了。这会儿不会，这会儿才那边一出来，这会儿就批了，怎么可能？不是的，大家对这个进程不了解，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没那么快的。他现在这个时候完成，正好是碰巧啊。提问：经济衰退后如何养活体制内那么多的既得利益者？那我就不知道，你要问共产党了。提问：王老师，你觉得中印会有一战吗？我觉得中印不会有一战，中国会让步的，而且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让步啊。为什么？大家知道中共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中共的核心利益不是那块土地，中共的核心利益是政权。为了保住政权，所有的都不是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就是他的政权。打仗对中共来说是最没必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只会影响他的核心利益，不会影响他的对其他的利益，对他来说不重要。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中共建政到现在放弃了多少领土？对他来说重要吗？那不重要啊。关键是抓住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你翻过来想一下哈，就是在香港这件事情上，还是那个心态。
只要是我的，烂铁一块也有价值，不是我的，我控制不了的，你就是一块黄金。虽然我占的比例小，但是呢，我的价值比我那块铁的那个烂铁的价值高10000倍，我也不要，我只要这块烂铁，我能控制。为什么？权力啊！大家要理解这种心态啊，理解中共的这种心态，你才会对他的这个行为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啊。情况，墙内自媒体舆论风气开始转变。这一周热议最多的是一名小学生，牛可欣，他写关于白骨精的作文被老师批啊。墙内掀起一股讨伐强制正能量意识的大风。中印冲突，官方竟然不报道伤亡，极力低调处理。在国库空虚，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时候，还坚定不移地向非洲大傻逼。有一点清醒的人都感觉到不对劲。自媒体开始转向了吗？怎么转法？我没看出来怎么个转法。提问：王老师说过，香港会成为中共和西方交战的战场，能否具体讲讲？具体讲讲，我们一直在讲啊。提问：今天看到 UBS 资产管理经理说，中国国债的高利率在全球市场很突出。记得王老师说过，中国需要维持和美债的息差来吸引外汇，维持人民币汇率。请问这种做法是否饮鸩止渴？以一个债务周期来看，是能维持汇率，还是加速财政崩溃？财政崩溃倒不至于加速，但是饮鸩止渴不算饮鸩止渴吧，这就是一个会计的思维。一个会计，那我这边进这边出啊，我进多少出多少，我发现这边出的多，我要想办法让它进。哪个进呢？这个进那个进，就是一个会计思维。我要一个 balance sheet， 我在这个 balance sheet 上面，我进出我大体上能够平衡，我才能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就这种思维。所以呢，这件事情中国呢，那怎么样让这边进呢？我利率高一点，付出代价大一点，所以大家钱就往那边跑到这里来干嘛？套利，大量的钱跑到这里来套利，一套利呢，人民币不就稳住了吗？所以这是个正向的现象，不是个负面的现象啊。观点：有相当一部分海外学子的父母都是国企的职工，也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既得利益者。在这一留学群体当中，有一小部分才会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时候，观点：看了王先生关于夏威夷会谈的报道，感觉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美方可能用香港的利益交换了中国继续履行贸易协定的承诺。但愿不是，不可能。为什么？中国比美国更希望执行贸易协定，所以中国的承诺根本不是条件，不是筹码，而是需求啊，所以没有的交换。情况：我今天在金华出差，那边的老板说义乌起码1/5工厂倒闭。我在机场见到的是很冷清，情况不乐观。情况：华为澳门已经开始裁员提问：王老师，中美交恶对中国高校的发展有直接影响吗？中美不交恶，中国的高校都没什么发展前途。为什么？中共党校的分布这是口号但是实际上中国的高校已经失去了高等教育的职能，它就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洗脑机器了。所以我觉得教育这个领域在中国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好吧？好，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现在鸣谢一下Shirley徐，谢谢江新云，谢谢。好，我们现在就这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订阅还在不在啊？谢谢大家，谢谢。